看你弄的，你看你弄的，脏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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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嘛呀？干嘛呢？别，我们先看看爷爷。爷爷，来，爷爷。 再来一口。哎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，好好照顾你爷爷。新保姆马上就到了，你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。求求你，你别换心。你别逼我报案啊！别报案，千万别报案。我家里就我一个人赚钱，你要是报了案，我全家就完了，孩子也没法上学了就。 我不报案，你走吧。那你能不能把你们录的那个监控给删了呀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删了吧。要是被外人看见，知道里边是我，那以后我就更不能找活干了。 起来！哎，我求你了，你删了吧，要不然我只能去死了。求你了，你删了行吗？求你了，行吗？你以后别再这样了。谢谢，谢谢，你真是好人，谢谢。哎，睡前记得给我爷爷吃药，我都说清楚了吧？清楚了，放心吧，我在58同城上接过好多家呢，客户满意度在公司一直排第一。阿姨，我们呢在客厅还有爷爷的房间里安了监控，您的房间里没有，您放心。您可是我在58同城上千挑万选找的，所以说拜托您一定好好照顾爷爷。放心吧，爷爷。哎，我给您买了那个虾水饺，一点都不腻，一会儿让阿姨给您煮好吗？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马上就该吃饭了，你吃完饭再走吧。不了，爷爷，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上班呢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呀，真是麻烦你了啊！不麻烦，爷爷保重身体啊。哦，好。你说你要不要还是带爷爷去医院看一下呀？他不去，说没事儿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带他去看一下。老人有的时候自尊心很强，估计他是怕到了医院别人问起来，说是被保姆给打了，会难堪吧？我问他了，是不是保姆以前也打过他？他不肯说。估计他以前让你早点回家，应该也就是因为保姆虐待他。那他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一是他说不出口怕寒碜，二是他怕他跟你说了，你会难过。罗老师，怎么了，慌慌张张的？麦飞他被拘留了，他扇了保姆一个耳光。如果光是扇了一个耳光，不至于拘留吧？保姆验出了轻伤，那就不是拘留那么简单了。故意伤害轻伤，处3年以下。他绝对不是故意伤害。走吧，我陪你去。麦飞他是被冤枉的，是那个保姆虐待他爷爷在先，他从监控里看到，然后就太生气了，所以就冲回家打了保姆。亏他还是一个律师，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。保姆虐待老人可以去报案啊。是，他当时就是有点太冲动了嘛，所以。那监控视频呢？那个保姆求着他删掉，他就删了。愚蠢。警察说让我帮他找个律师。那警察是不是还说，让你找到那个保姆，赔偿人家一点钱，写份谅解书？马上找到他的地址。
什么事儿？我感觉您好像有心事啊。你从哪儿感觉出来我有心事儿？那您大晚上喝什么咖啡啊？喝咖啡就代表有心事儿啊？您可以和我说说。我没心事儿。你有事儿吗？我是过来感谢您的，为什么感谢我啊？为您每一次匡扶正义，除恶扬善。够响亮的啊！嗯。那请你以后再站在正义那边的时候，能不能也稍微站稳一点儿？别老是让我拼了命的匡扶你。下班回家了。少喝点儿。等一下，给我3秒，让我享受一下这种有人敲门的感觉。以前谁要找我，就直接站到我面前来，顶多就是敲敲我的隔板。有办公室真好。主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不能当首席运营官，也不能做权益合伙人。我不能为你破这个例。可是你已经答应我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所以你得允许我改正错误。我要是不允许呢？我并没有跟你签协议，也没有让人事部门发出正式的人事任命。你应该说话算话。这是你的聘任合同。行政总监，在我心里，你是一个真正的行政天才。但是合伙人真的不可以。那首席运营官呢？我需要给你留出更多的进步空间。如果以后你又进步了，我应该拿什么奖励你呢？你说呢？好，你赢了。是双赢。是双赢，可是你赢的更多啊。期待你继续努力，早日成为首席运营官。那我现在是应该说是老板，还是应该说好，我加油啊？你想说哪句？你想听哪句？你选。是，老板。好，我加油。我一会儿就不跟你一块进去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不用不用，真的，你能带我过来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不用等我，一会儿你就先走吧。别，我还是等你吧，我不放心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说我是从你这儿知道的。你跟罗宾也别说。跟罗宾说没事儿。你跟他说了？还没呢。啊，你是不是怕我跟罗宾说了以后，他会跟丽娜姐说啊？没事儿，他俩前段时间还冷战来着呢。根本不了解他们俩，这恰恰说明他们俩关系很好，不怕打，打不散。他俩现在是不是又和好了？啊，那是因为罗宾老师给了丽娜姐一间办公室。罗宾妥协了？你什么时候见罗宾妥协过呀？那丽娜姐也退了一步啊，她原本是想要当权益合伙人的呢。你还是不了解丽娜，她原本想要的就是一间办公室。不是，她原本想要的是当权益合伙人。她要权益合伙人，她才能得到一间办公室。如果一开始她管罗宾要的只是一间办公室的话，她只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工位。所以说，丽娜还是比你了解罗宾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您好，请问是王先生吗？啊，我是。您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知道您当年为您的父亲维权，因为他是齐家保健品的受害者，
对不起啊，触到了您的伤心事。我这次过来就是想要跟您了解一下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？我查了当年的新闻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不想跟你吵架。那我们换个立场，如果你是我，有人说你爸做了坏事，但是你问了他，他说他没有，是别人嫉妒他、抹黑他。我能判断出到底是谁在说谎。所以你是说我爸骗我吗？如果我们再这么聊下去的话，我们又会吵起来。麦飞，你要是想和我分手，你就明说，我祝福你。那你祝福我吧。祝福你和谁？没有谁。那你为什么和我分手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，因为我不想每天违心的面对着你父亲。不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他呢？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去找你吧。行，那我在这儿等你吧。对不起，既然。爱过就不用对不起。对不起。麦飞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别发了。来啦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他不愿意说呀。我觉得他也不是不愿意说吧，只不过是签了保密协议，所以有所顾忌。走吧，别在这儿说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没事儿啊。你还欠我一个祝福。分手了，应该互相祝福吧？祝你青春永在。祝你深情不被辜负。走吧。没事吧你？没事儿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看一下我爷爷。我爷爷最近老管我们家保姆叫小昭，他有点老糊涂了。小昭是谁啊？哎，对了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嗯。罗宾邀请我，让我去你们律所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嗯。他跟你说的啊？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，但是我感觉到了。喂。来，齐家的案子还顺利吧？我正跟进着呢。谢谢。有什么困难吗？不是说过吗？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困难，那就不值得我们去做。坐。是这样，今天早上的会啊，你没参加。我跟您请过假的。我知道。我是说呀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律所接下来要进行一些调整。您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律所要成立一个公益事业部，这个公益事业部呢，由我直接负责。公益事业部呢，要设立一个远程法律服务办公室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去那儿怎么样？嗯，好，我听您安排。好。那么你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远程法律服务，在线回答各种问题。那没问题，
这个业务我特别熟，以前我也经常在网上给各种人解答。只是以后具体的案子，你就不能再参与了。为什么？我可以两个都做啊，我顾得过来，我不怕辛苦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没有律师证，按照规定，你不能独自承接办理各种案子，也不能以律师的名义洽谈、承揽、承办各种业务，必须得有老师带着你才行。那如果就像以前那样呢？我跟着您做。是这样，以后呢，我的很多精力，可以说是主要精力都要放在管理上。我之前的很多案子，包括客户，都得分给其他同事。我也想过，以后让其他老师带你，可是你知道，其他老师就一定会在意你的学历，而且我们马上要实行双向选择了。你不要不说话嘛，这就是换一个新的岗位。这样，你要实在不愿意呢，或者说你还希望像以前那样，我也想过，等麦飞来了，你跟麦飞做他的助理。我去新部门吧。你别哭嘛，啊？谢谢。德谢啊，从你进律所第一天你就跟着我，我想我有这个发言权。我是一路看着你的成长，你比之前成熟多了，所以我想说，我特别希望你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工作，并且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好。而且，律所还专门在楼下给你找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。楼下，我不要去楼下。那你不去怎么办呢？这个工作主要就是接电话、上网、回答各种问题。如果你还选择坐在原来的位子上，不光别人会打扰你，你也会影响别人。那我可以坐那儿吗？那是狄坤的位置。狄坤她怀孕了，她是高龄产妇，早就已经请好假在家里保胎了。连上生孩子加哺乳期的话，她今年年底都不会出现。我可以坐那里，我坐那里，我又不会影响别人，我不需要什么独立的办公室，好不好？你是说你要做我的秘书？那公益事业部的工作，我做，我两个都可以做，我不怕辛苦。我兼职做您的秘书，我就拿1份工资。好。律所现在开源节流，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给我一个率先垂范的机会？那我可以坐那儿吗？如果我不答应，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哭啊？然后还要在背后闹我？